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4月21号，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40分啊，是欧洲的时间。那么现在呢，美股已经收盘了啊。我呢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聊一下美股、黄金啊，还有就是汇率，以及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投资非常艰难的时刻。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投资，谈一谈我的一些观点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美股的股价啊。今天呢，这个美股呢，像英伟达它是下跌了4.5%，苹果呢是下跌了1.9%，特斯拉呢是下跌了5.7%。英特尔呢，它是下跌了0.5%，加拿大鹅呢，它是上涨了2%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加拿大鹅呢？因为这个加拿大鹅和这个英特尔，最后这两个是我已经买了的啊。那么，其他的我之前也说过我在观望。那么汇率方面呢，像欧元对美元现在是涨了1%现在是1.15。美元对人民币呢是跌了0.1现在是7.29。欧元对人民币呢是上涨了0.9%现在是8.39。然后是黄金还有一个美元对日元，美元对日元呢是下跌了0.9现在是140.9。然后现在是这个黄金黄金对美元呢，今天是上涨了2.9现在是3424，最高的时候呢，今天是3430。那么我先说这个美股吧美股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有些股票它已经跌到差不多在一个底部的位置了，所以呢，它现在是在底部震荡，或者说在蓄力它应该来说呢，不太会再继续下跌了，就是它已经方向已经向上了，已经 V 起来了，或者 W 起来了就是它不会再有大幅度的下跌。但是也有一些股票你比如像英伟达、像特斯拉，它呢就一直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止损线附近它在这个附近徘徊，有可能再往下一跌就又有很多人会止损，所以呢，就是它会不会再继续下跌个10%有这种可能性，但概率很低。基本上呢，应该来说呢，它也是在逐渐的就是震荡。虽然今天也是这样下跌的但是呢，其实今天在收盘的时候它还是这些股票都比在盘中要向上收了一些，要上涨了一些。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美股现在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利空的市场，对吧？就整个氛围，整个市场是利空的。现在呢，没有一些就是好的消息也好，好的就是说正向的一些对股票有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还没到来，所以呢他们就在震荡。但是呢我觉得最坏的时刻应该来说已经过去了，所以呢美股呢我是向上看的我觉得它用不了多久应该就会开始上涨当然了，就它这个涨幅肯定还是一个阶段的，对吧？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像爬楼梯那样，它不是垂直的，像坐电梯那样往上，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我对美股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说黄金
黄金呢，我觉得现在啊，就是3430块啊，就是今天这个黄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用技术上的就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到顶啊，或者说还要涨多少呀？就这个黄金现在已经不太能用技术的这种模型也好，这种判断的方式来分析它。大家想一想啊，就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公司的交易员，对吧？就你现在是一个自己的交易员，就如果你现在是帮公司去投资你是个交易员，你手握了很多资金，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黄金的这种市场，黄金已经3周连续上涨，像今天还有前2天，就它每天的涨幅高的都接近有$100。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一个交易员拿工资的，你会做空吗？你肯定是顺势而为，对吗？所以说，你像我如果是自己私人的，我去做这个交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不太敢去继续做多也就是买它上涨。为什么呢？因为我怕它就是涨到一个位置，突然间就开始向下跌了。那么如果没有杠杆的那么还好；如果买了带杠杆的产品，那这个肯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风险。但如果说现在我们是为就是投资银行或者说是交易员那你肯定是顺着这种方向去做，对吧？就顺势而为，肯定是做多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敢做空，你一做空，但每天还是在向上在涨，那你一做空亏钱了，老板肯定就要炒了你就是你在想什么，对吗？就你这个最基本的随着市场的大的方向去做就行了。所以呢，黄金就是我在上一个视频我也说了，我说黄金还是会继续上涨，但是呢，就作为我自己交易的话，我的分析我是不敢买它就是继续上涨的因为有可能它能够涨到$4000、$5000都有可能这个是随着就是世界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应该来说不是技术上的问题，但也有可能它突然就是涨到，就说不定明天它就开始向下跌了，并且呢，一跌就是一个很大的幅度，有可能给你下跌个3%、5%都有可能。当然了，就如果它真的是一个3430或者说3500左右它如果是一个顶部的话，就算它一下子下跌了5%，它还是会涨到这个附近，再次去确认这个顶部，然后再开始往下跌它有反复的，可能有2次、有3次这样的一个确认，对吗？但现在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顶部但是呢，我们不敢去冒这种风险的那么能不能操作这样的一个黄金呢？就我现在如果我要去操作去做的话，那么我会去买做空黄金的 ETF 因为那个呢，它首先没有杠杆，第二呢就是它是像股票一样，反正我放长期，对吧？如果它继续往上涨，那么我可以去补仓我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那么这个呢，是我对黄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有的朋友呢，他就还是采取日内交易的就是跟我交流的人他采取这种日内交易的，那我一定要奉劝你就是杠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不能就是太激进好吗？还是要保守一点。那么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汇率吧外汇外汇方面呢，其实从技术上来讲先说欧元，欧元这段时间一直在上涨。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它在去年它有一次也是
探底啊，到这个欧元对美元是在1.0几啊，1.1还是1.2，1.02、1.03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应该来说它已经连续的啊，差不多有2、3次这样的一个探底。从技术上来讲啊，那么所以呢，就隔了几个月，它现在就这样爆发了啊，就现在又涨到1.15。为什么就是这个欧元这样子上涨呢？啊，有几个这样的原因。首先呢是俄乌战争啊，俄乌战争呢，也是之前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对吧？就俄乌战争现在还没有停啊，然后欧元居然就这样上涨啊，大家胆子那么大吗？啊，但是呢，就回过来想一想啊，就当初我自己的判断也是这样的啊，我就觉得俄乌战争它应该会在今年会结束啊，会停止。虽然那个时候啊，就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对吧？现在说这一周又要签那个矿产协议了啊，那么但是大的方向，我觉得今年会停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已经啊，就川普他已经明确的说，他说我不会再支持乌克兰去打这场战争了啊。那么美国一旦不支持呢，这个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个北约这个组织不会下场去打这个战争啊，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范围或者说它的规模，就最多也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再会扩大，或者说变得像说什么世界大战这样的风险，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俄乌战争呢是现在就是它对这个欧元的影响啊，对欧元区的经济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啊，大家就觉得它会越来越好，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欧元区，欧元已经今年反正就去年到现在已经大概降息了好几次，对吧？就降息嘛，是货币宽松的啊，降息了好几次。那么正常情况降息了好几次，你也不应该欧元上涨嘛，是吧？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疑惑的。那么我也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就虽然欧元它是一直在降息，但是呢，就是经济官员他们在讲述他们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边在降息一边也是告诉大家，就是还是有可能会升息也有可能呢，就是货币还会继续在紧缩的就他们就可以说如果说用技术语言来说，就是他们行动上是降息的，但是言语上是一种比较鹰派的这种说法并不是那么鸽派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降息一边在降但是呢，这个欧元也继续在上涨还有呢，就是欧元呢，像德国法国这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经济的数据各方面呢也都还可以就是整个经济吧，这个呢也是吸引就是大家对这个欧元区就更有信心的一点。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现在就中国跟美国就贸易战、关税战，这当中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就是有大量的资金吧，又重新就是回到了欧元区可以说是一种避风险也好或者说就是一种自然的这种流动吧，对吧？就资金本身就是有这种逃避风险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好吧？这个是一个欧元。那么欧元对人民币现在是涨得很厉害的，从1个月以前的7.9到现在都已经8.4了
当然对美元也是啊。那么接下来讲讲美元。美元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啊，比较奇怪的。美元呢，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汇率一方面它的利率呢现在还是就是比较高的啊，就你去银行存美元，你还是能够拿到比较高的利息，在4%左右。但是呢，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像股市或者说大家担心的债市大家都会有点紧张，对吧？因为这个股市，大家很多人都已经亏的没方向了那么尤其现在就是川普呢，他又搞这个贸易战、关税战那么这个呢，让就是大家让市场非常的恐惧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还会上涨，对吧？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呢，他也一直在指责这个美联储的那个鲍威尔他就觉得他说这个是美联储鲍威尔就是要把你换掉，要辞退要换人。我觉得就是川普他说要换掉鲍威尔，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就他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只是嘴巴上这么说。那么他嘴巴上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他要推卸就是股市下跌的责任，对吧？因为这个股市下跌肯定是和他现在的执行的一些政策是有关系的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和中国或者说这么多国家他要征收关税。但是其实我们去仔细的分析一下，他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是一个单一性的政策，说实在的就甚至还在谈判之间，然后股市就这样子一直在跌。那么我之前的很多视频我都说了，我说我觉得川普他一上台，股市就会跌然后再开始会涨。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会去搞这些什么关税，对吧？并且呢，就是他发布了这个政策，关税的政策，那股市也要有人大量的去抛售，股市才会跌呀。就如果是你看我视频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在抛售，这股市也不会跌。就是靠散户，我的意思是靠散户去抛售，股市不可能跌成这样，对吗？所以说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之前那些股票，什么英伟达特斯拉呀这些股票他们都被高估了也不是说被高估了，就是说这个船已经很重了，很沉了大家都拼命的想通过这艘船去赚钱，对吧？那所以就是他们现在要反正就是股市就是这样，先下跌再上涨这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之前我一直看一个银行家的一个视频这个银行家他之前他说的很多视频我都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一些什么新兴行业说到一些什么英伟达什么这我都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就唯独他说到这个川普他说川普过去的经历里面，就是他很注重股市很注重股票。他还说了一个说什么川普有一个什么川普的线就川普的股市线他说这个只要川普上台以后，他说这个股市就不会跌破这根线。他一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这一点我不赞同，因为我当时脑子里面我就觉得川普要上台，股市肯定会跌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就是
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市场了，对吧？所以就是我认为就也跌不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联储这一块呢，其实是川普他推卸一下责任啊，就是觉得股市下跌不是他自己的责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就是怎么样去投资呢？对吧？怎么样去投资有什么方向值得去投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战这个关税战其实到了今天就是4月21号，已经不像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只看到了就是水面上只是浮出了一个脚现在其实已经浮出了半个身体了那么大概我们也清楚就是中国跟美国双方肯定不会就是不会有什么胜负之分就是关税战不会说什么美国赢了或中国赢了就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对吗？你说怎么叫中国赢了，或者怎么叫美国赢了就是大家最后我觉得还是会签一个协议。至于这个协议，肯定是中国说中国赢了，美国说美国赢了，这个是一个最正常的，对吧？那么新加坡的总理还有就是新加坡的前总理，就现任总理和前总理他们都发表了对于这个关税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呢讲的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新加坡来讲这个国家来讲，它是真正的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它是完全，我认为它是不站队的我认为它是不站队的，所以它是一直是一个中立的一个位置。当然，就是有很多人会去骂新加坡，对吧？会去骂新加坡很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位置。因为你要讲出一些中立的话，其实是两边都不会满意的所以就是平时我们看很多像尤其是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会有很多网友就对新加坡的总理说什么这样子什么反正那样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话，对吧？这个是正常的。那么我觉得他们说的最有道理的就是，首先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关税战时间会很长不是1年2年能够结束的。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关税战，那么对于就是全球的经济因为虽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问题，但事实上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嘛，就可能你生产一个苹果手机你要方方面面的从什么芯片到什么壳子到什么最后组装什么，反正可能要几十个国家，对吧？就是这种材料什么的所以就是他的这种意思就是说这个对很多很多国家都会有经济上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判断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投资什么呢？对吗？就人民币就现在的趋势来看，应该来说它还是一个在逐步的在那个贬值在贬值，不管对美元还是对欧元然后呢现在的人民币可能由于这个关税战的初期还是什么
最近人民币是非常的，就是在外汇方面啊，在中国的国内是非常的紧张的，就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去汇款啊，就是你要人民币换成美元汇出到中国国外，除了留学啊，其他的现在基本上都很难汇款出来啊，就基本上除了你是留学啊，就是个人啊，就私人去换汇啊，原来是每个人他有1年5万的额度，对吗？啊，现在就是说5万的额度还是有的，但是你要去换，实际上你要换出来啊，你除了留学啊，别的都是很难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在欧洲，我要去换点欧元，我说我来这边生活上使用，你去换啊，这个是不行的。除非你说你是留学啊，你要说旅游，现在都很难，现在都很难啊。这个就是最近这1周1星期发生的事情，人民币可能持续的它是有这个贬值的啊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判断。我也看到有一种判断啊，有一种说法说，美国如果跟中国啊，它会像当初对待日本那样，让这个人民币升值啊，可能在3年里面升个30%或者20%啊，但是我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啊，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不会那么做啊，我觉得中国就是他不会低头的啊，他可能就会一直这样子持续到底啊，最后啊你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就哪一方胜利的啊，所以这个是我的判断啊，对吗？就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你会去换美元吗？还是你去换一些别的？你去换欧元，就是你投资欧元，还是投资美元，还是你最后又回到了就是你是不是会去投资美股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其他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就是你去投资的啊。比如说你说你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去投资黄金嘛，对吧？你敢吗？就是当然了，你可能放10年、放20年，也有可能黄金啊，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它又继续往上涨了，也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现在有可能黄金最后也会有一段非常疯狂的上涨，也是有可能的。更长久的一段时间的投资啊，那现在美元现在那个美股跌到现在一个这样的位置，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对吗？啊，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能够投资的方向是比较少的啊，可能最后还是得回到美股啊。那么，回到美股啊，或者说就是香港的股市，对吧？有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向呢？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啊，就是股灾吧，可以说这次股灾啊，其实之前像那个巴菲特啊，就股票还没有下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也录过一个视频啊，就巴菲特说啊，这个关税战等同于战争啊，就那个时刻，股票还没怎么下跌啊，只是下跌了一点点，大概10%吧。那他就说了这个话，然后到现在啊，整个市场是下跌的，但是巴菲特的他的那个公司，他的那个股票是上涨的啊，它是逆势而涨啊，就可能只有少数几个股票，还有黄金是这段时间是上涨的，对吧？所以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对于普通的大多数的人，不愿意动脑子的人，或者说啊，我们承认我们就是韭菜，没什么能力，对吧？啊，既然啊我们去看巴菲特的书啊，去研究他的投资的这个方式，为什么我们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直接买他的股票不就行了吗？对吧？啊，就或许你可以买啊巴菲特投资概念股，或者你就直接买巴菲特的股票，就他的公司的那个股票，是吧？啊，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最稳妥、
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如果连巴菲特他都失手了，那么我们肯定亏得更多，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吧，一个分享吧，好吧？那今天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做那个笔记或者做稿子之类的，所以说的比较有点散啊，请大家多包涵，好吗？谢谢大家。